罗律师，这你应该更了解蓝红了呀。他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众所周知，背信弃义，太贪婪了。哎，之前是因为给我哥做法律顾问，做着做着成我嫂子了，这不明摆着冲我哥钱来的吗？我哥早就看出来了，早就有全套的防备，所以1分钱都没给他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孙先生，对不住，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你的法律顾问。为什么呀？老天长眼，天赐良缘，给了你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啊！他不是那种人。我对上号了，你不会是那个前男友吧？哎，我可早有耳闻啊，之前人要结婚了，请柬都发了，结果结婚之前遇上我哥了，把你给甩了。如果要是这么能对上号的话，我太能理解之前为什么跟你签着1650万的合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，那是因为你们1审、2审都败诉了，我跟他签的是风险代理合同。如果我不能胜诉的话，那这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接的呢？要不是因为你的搭档跟他的老情人有关系，你可能接吗？哎，干什么？再说一遍，打架好听点，好听点。我就说了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怎么着吧？你现在就是。找罗宾啊，他不在，他去风云办公室了。琳娜姐，打起来了！罗宾老师在风云办公室跟人打起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安静点欺负就算了，这新闻节也可以干啥？我在这儿。住手！就说你新闻节。律所培养你也不容易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何塞老师应该跟你也谈过了，你再想想。那我就先不辞职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罗宾跟人打起来，在主任办公室。哎，怎么是我打起来？现在知道疼了，以后我跟人打架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抱着我，你去抱对方，抱别人？罗宾那意思呢？你抱着别人他就好打了啊，你抱着他，那他就没法打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，刚才亏了是抱着你，这要是没抱住呢，你出手没轻没重的把人打伤怎么办啊？我还没出手呢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一碰着人家，人家就可以报警，万一验出点轻伤来，直接把你就给拘了。对，你要是被拘了，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，你就当不了律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当，我卖咖啡去。你以为咖啡是你想卖就能卖的吗？谁找你这样的大叔卖咖啡呀？没人找，我自己开一个，就叫大叔咖啡。从咖啡师到服务员，必须全是大叔。行了行了，越说越没边儿了。大西，你可以走了，谢谢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里边打起来了？哎，你不是去顾杰老师那儿上班了吗？准确的说啊，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了，但是还没通过批准呢。我怎么听说何塞把你留下了呢？你知道？现在我们大家可都知道了，你可以接机长航事了。我提交辞职报告又不是因为待遇问题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讨厌何塞？你别造谣啊！我可一点都不讨厌何塞老师。看来何塞老师的挽留很成功嘛。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咱俩出去吃个饭吧，都饭点了。好。你看他干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对我们律所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！不，我是在给咱们律所争取一个100亿家产，正在争取，就是说还没有争取到。我一定会争取到的。那万一没争取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吧？
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，不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，何塞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它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。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跟孙超越翻脸的时候，你都看见了，我觉得你特别的慢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很明显吗？挺明显的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肿了？是发炎了还是怎么了？我跟我姐吵了一架，我姐把我惹哭了。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跟你姐姐吵架呢？我也没有想跟她吵啊。但是你看吧，你姐姐她这不是刚刚失去丈夫吗？你不能这会儿，你应该忍着她点儿。今天是我姐姐信用卡的还款日，往常她的信用卡都是她老公给她还的，是跟她老公一起的信用卡绑定的。今天银行给她打电话了，说她的信用卡余额不足。我姐都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给银行打过去电话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后来发现银行账户全都被别人转走了，而且就这2天转的。我当时就跟她说了，她应该赶紧报警。你坐。但是报警了吗？报了。孙超越手上有一份遗嘱，是当时我姐夫留给他的，就说我姐夫生前的遗产都由他来继承。孙超越就是拿了这份遗嘱，去找了银行，办的转账。他们太过分了，你跟你姐说，咱们起诉他。我跟我姐姐说了，可是我姐姐就说她要再想想。我说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别人都把账户里面钱全都转走了，你还要再想。兰兰，你不应该这么跟你姐姐说话，啊！你这样跟她说话，你多伤害她呀！你想想，她刚刚失去老公，正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，啊！你说谁能成想，她老公尸骨未寒呢？啊，然后银行里边所有的钱就都被自己亲弟弟给拿走了，对吧？这不是你姐姐的错误，你不应该埋怨她。我没有埋怨她，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姐姐的情绪她太悲伤了，她不利于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想让她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我，我给她找律师，可是我姐姐不同意，她就跟我吼了起来。你跟你姐姐推荐了我，然后你姐姐不同意，她是不相信你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呢？还是说？他要找其他律师，他要找罗宾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急眼了，他让我以后不要管他的事，他让我滚。那你坐下，你坐下吧。
我来想办法啊。你先不要急，好吗？你先回去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一定。帮我问一下你那朋友孙超越下一次什么时候去打网球？我不问。好，那我自己问。我有他微信。他叫什么来着？罗宾。前段时间我记得他还发朋友。这女的好面熟啊！她是蓝红的妹妹。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去？她是蓝红的助理。我知道她是蓝红的助理，她叫兰兰。我是问她怎么会和何塞走到一起？你把我电话给我。不给，你先回答我问题。他来找何塞有事儿，何塞出于礼貌把他送出来，所以他们走在一起。你说的是走在一起，你说的呢？走到一起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走在一起是指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，走到一起是说这两个人有事情。你也太敏感了吧？我看到了爱的种子，就一点点哦，但是很快就要破土而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原野，你那朋友叫原野。你不许跟他联系，如果他主动跟我联系呢？也不许。你怕什么？怕我去撒种子，还是怕他破土而出？我是不允许你通过原野联系孙超越，那我通过别人，通过谁也不许，就是不许你联系孙超越。邂逅呢？你敢？要么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还有好多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那我们去办公室。啊，哎，我呢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跟客户和客户的亲属吃饭。可是我们还没签约呢。那就更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别人误解，我为了接你姐姐的案子，跟你吃饭是为了联络感情。谁会这么无聊啊？这是我的原则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找我，你就要尊重我的原则。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像您这样严于律己、尊重原则的人。您不像活在这个世纪的人。电梯又来了。何塞让我找小天，说让小天也回来，但是我一跟小天说这事儿吧，他就急，跟疯狗似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找小天吧？你跟他熟啊，你开口他肯定回来。人各有志，小天和你不一样，你是辞职被挽留，而他呢，他是被炒掉的。总不能说你想炒人家就炒，你想人家回来，人家就得回来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孟小雨啊？那天看见你们俩在电梯，我没敢认啊。他长胖了一些。你们熟吗？还行吧。怎么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呀？提了。啊，也没提什么，就是你们之前是不是还是挺熟的？
他说的所有东西，关于我的，你都别信。当然啊，关于你的，我肯定也不会信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别让太多人知道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如果有人要问起来，你就说不熟，还行。来，老师，您找我，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。对，好。我要送你一身西装。来，苏老师。哎，别客气啊，给他量量。何塞老师不用，我给他量。我一直看你这身衣服别扭啊，穿在身上窝窝囊囊的。我们干律师这一行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仪容和仪表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啊，穿衣服穿的不是衣服，穿的是修养。课堂103，做完了给你送到哪儿？当然送到这儿来。他是我们律所的啊，他是我们律所最优秀、最年轻的律师。好，那您先忙着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我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荣升我们律所的初级合伙人。你不会去顾及他，你肯定不会去顾及他。他们别人在那儿传瞎话啊，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说是人力啊把你的辞职信交给了封主任。我当时我就给否认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是你的签字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不是你的签字，这是我的签字，这就不是你的签字，你看错了，我认识你的签字。是封主任没有批准我的辞职吗？不，你从来没考虑过辞职的事儿，你从来没有写过这封辞职信。顾杰是你的老师，但是他绝对不能把你从我这儿带走啊！你不是他的个人财产。坐。这是一份新的合同啊，我们给你加薪30%，你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，协助我管理所有的助理，所有这些人都归你管。综合果仁充的电。何塞把高峰也给留下来了。你不会真的打算？我经过再三思考，决定听取你的意见。作为一个律师，约架打架的确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所以我决定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。在法庭上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打他孙超越一个满地找牙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蓝红找的可是何塞，找何塞就是找我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哎，我刚听一小八卦，何塞刚才把兰兰送到电梯口，然后两个人飞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骗你，就这个动作。